Hello，大家好，今天是9月4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扣位果然下跌，强反弹，最重要的是及时止盈，卖飞也要卖。美股在高点信号后大跌一天，而后开始大幅反弹，后续阿哲认为指数震荡的可能会更大，我们还是寻找个股机会吧。HMS 有大底的机会，会不会是下一支 APP 呢？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23期的视频，我们还是会通过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盘前观点。第一部分还是最为关键的指数环境分析。那么当下的市场出现顶分型结构，而后出现了下跌行情，并且是大幅的跳空下跌。那么我们上期视频没有对于这个顶分型详细的讲解，所以阿哲呢今天会为大家讲一下顶底分型一些基础的概念和知识点，那么希望对大家目前的行情分析有一定的帮助。而后我们会讲一下当下日内30分钟。因为在日线上，纳指呢走了一个高点降低，低点却抬高，是一个震荡收敛的态势。但30分钟呢，还是有一些趋势行情能够去把握的。所以30分钟日内的交易点位，我们可以去发现。那么第3点，阿哲会讲一下有关于今天市场当中日内的支撑和压力，我们空间要关注哪些价格。那么了解了指数环境之后，第2和第3部分，我们会来到个股的分析。第一支标的是特斯拉，而后英伟达 APP。HMS、Circle、Peertia、Coin APP、博通、阿斯麦、苹果、Meta、MSTR、谷歌、亚马逊、SMCI、台积电、扣位等等以上标的的分析。那么这些个股呢，我们会从短线和趋势，包括关键支撑和压力，都会一一讲解，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这里呢，要稍微提醒一下各位，如果您是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的视频内容相对会偏多，所以视频时长一般也会偏长。那如果您不太喜欢观看长视频，或者说不是所有内容您都会去感兴趣，那么您可以点击一下视频底下的这一个三角，在点开之后，您会看到本期视频阿哲所精心陈列的时间轴，点击对应时间轴会跳转到对应的内容，希望这一个设置能够对您有所帮助。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一部分，是顶底分型。那么所谓顶底分型其实很简单，我们如果用分型去辨涨跌，分型是市场当中最基本的趋势组成结构。那么这一个分型结构呢，它有2种，一种叫顶分，一种叫底分。那么顶分型呢是中间有一个最高的价格，大家注意了，顶底分型的定义是不看 K 线颜色，只看 K 线的高低点。那么顶分型呢，看高点，中间有一根最高的 K 线，两边呢是偏低的高点，就是3日顶分型。那么底分型反过来，只看 K 线的低点，不看 K 线颜色。那么只要中间是最低的，左右两边没有比中间 K 线的低点低而比它高，那么就是底分型。那么右侧的文字就是顶底分型它们的定义了。那你会发现的是，市场当中的顶底分型其实很多啊。那比如说这个位置是不是也是底分型？那么股价涨着涨着，就这里是顶分型。那中间呢可能还有底分型。那么这种顶底分型呢，它会有特别多的产生，只要是有高低点，那不管是小高点小低点，它都会有分型结构的存在和产生。那么这里就有个关键节点了，什么分型结构它更加的重要？而分型的内容它会衍生出很多，那么甚至呢，有人在分型的体系当中衍生出了一套专门的理论，比如说长论啊，就是最为经典的。所以分型不要简单看它是3根 K 线，但其实它包罗万象。那么今天我们不讲太多，我们就讲一个简单的知识点，就是分型结构啊，你要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左一 K 线，就是左边的第一根 K 线，高点的左边这根 K 线。底分型也是一样的，你关注一下左一的这根 K 线。那么底分型关注左一的高点，顶分型关注左一的低点。当市场出现分型结构的时候，如果3天的价格走势是这样的，就是第3根 K 线的收盘价能够去跌破左边1号 K 线的低点，那么这种下跌的顶分型是特别强烈的高点信号。而反之，如果第3根 K 线的收盘价能够收一根 K 线，收盘突破它1号 K 线左一 K 线的高点，那么这种低位的信号也是很强劲的。那你会看到为什么上期视频我们说到这个位置是一个高点信号，因为它的中间高，两边偏低，是不是顶分型？那么第3根 K 线它呢比左边的1号 K 线收盘是收低的，所以这是一个强烈的下跌顶分型，那么就要小心这种风险。那你说，这里也是顶分型，为什么它没用？或者说它为什么没有引发大幅下跌？
就是1号 K 线的左一在这里，那么它呢是不容易引发这种下跌的，本身调整的力度是不如上涨的力度。而你再看一下前面这里这里呢也是一个顶分型结构，中间高两边低。那么3号 K 线的收盘价是不是比左边1的低点低？那么这个位置它也是属于一种相对强势的下跌。那包括中途所出现的，比如说这里的顶分型，这里的顶分型，那它整体来讲呢，就是没有破左一。那么没有破左一的顶分型呢，不代表不会下跌，但是一旦出现破左一的顶分型呢，就要特别小心。那现在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强势的下跌顶分型。那么昨天的这种上涨呢，构成了底分型，但这个底分型的左一在哪呢？在这里，它的一般左一会有一个压力，所以当前日线压力在这。而我们通过3号 K 线的价格，你会知道它的收盘价离左一是比较远的，说明下跌的力度目前比上涨要强。所以当前的美股市场通过顶底分型的分析呢，它最好的结论就是处于震荡。那相对坏一点的呢，就是后续容易走为下跌。至少从当前的价格走势来讲，多头不占优势，哪怕昨天有跳空缺口，哪怕昨天有一根上涨阳线。所以这是对于顶底分型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30分钟日内的走势。目前所看的是30分钟的一个图表。那么我们看到图表当中呢，有彩虹带以及黄蓝白 K 线。那么这些信号呢，都是我们财神专用系统当中的分析系统。那么阿哲呢，来为大家去进行讲解。在昨天的盘前广播当中，我们有说过，本次的这种大跌，它由白色 K 线突破，那么引发了这个反弹。白色 K 线呢，一般是趋势走坏之后的一种波段超跌信号，一般出现的时候它肯定是在趋势走坏的时候，而出现它就容易引发超跌反弹。那你要关注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关注它何时反弹结束，甚至呢何时会有反弹转为反转。而目前纳指的30分钟是有这种反弹转为反转的可能，因为它这一波上涨，我们昨天的盘前广播说到，目前的上涨它已经进入到了黄 K， 黄 K 呢就跟白 K 相反，属于波段的风险。那么这个波段上涨当中，你要小心阴包阳的出现，这里是不是阴线？这里是阳线，所以阴线吃了阳线，那么这里出现了调整行情。那么这波调整如果直接跌穿了这个飘带支撑，那么就说明它是反弹结束。当它回归到飘带时，没有出现跌破，而是出现蓝色 K 线。蓝色 K 线说明趋势未走坏时，它是一个短线超跌，而蓝带、紫带就是一个趋势还完好的时候。所以在紫带之上出现蓝 K 的突破，目前我们可以认为30分钟依旧有波段上涨的机会。那么只要飘带不跌穿就行。像前期这里出现了黄 K 有风险，跌破黄 K 之后，它没有像这次一样回踩飘带能止跌，它是直接大阴线跌穿飘带，然后转为环带趋势转空。所以这两者之间呢有点不一样。所以之前这里的蓝 K 没有让大家去抄底，那么这里的蓝 K 昨天日内呢给到了仿包的买点。那么目前今天至少阿哲认为30分钟还是可以看涨，关键在于这个飘带不要跌穿。这个飘带的下沿是21,321.84，那么这里在这附近的价位只要守住不跌破，那么目前趋势30分钟就还能看涨。以上就是第一点和第二点顶底分型和30分钟日内的买点的一个解析。当下呢，从日线来看，震荡和空方为主导。那么30分钟开始慢慢走为多头。那么30分钟的紫色带不跌破的话，有可能会延续上涨行情。那么这个呢，需要去30分钟去好好的日内跟踪。那么希望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关于指数环境的部分分析，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那如果您是一位老同学，或者说我们的财神同学，那么听到这里，阿哲希望大家能够为阿哲视频点一个小红心，点一个赞。如果您的时间比较充裕，那么阿哲同样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评论，亦或者是建议。如果您手中呢有什么个股是比较重要的重仓的，您可以留在评论区。那么阿哲下期视频呢，可以考虑增加到我们的个股分析当中。而假如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来到阿哲频道观看视频，那么阿哲也希望第一次见面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同时，如果您学有所获，阿哲也希望您能够点击订阅按钮，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当这里显示已订阅之后呢，您点击全部铃铛，那么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每一次的广播，您都有机会能够及时收到。阿哲的每一次知识点和提醒，您都不会错过。感谢您的订阅、点赞和评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要讲到日内承压，那么这一个小节呢特别重要，
因为它呢是阿哲关注指数和个股日线上的多空动能，每期视频和盘前广播都会去提到的一个点。好，那当下呢，我们看到这个图板，在图板的左侧就是我们每天美股开盘之前都会去写到的一个盘前广播。那么广播当中呢，有指数的一个分析，以及个股、短线、波段，甚至如果有空头的标的呢，阿哲也会去看一下有没有空方的机会。同时，在第3部分呢，就是我们的个股的点位解析、点位提醒。那么关于盘前广播，只要您是订阅粉丝观众，特别是新订阅的同学，您在未来1个月都可以免费收得到，因为这是我们粉丝专属的福利信息。您只要找到助教老师去领取即可。我们看到昨天的这些点位，这个高点压力和低点支撑应该怎么去使用？其实很简单，您只要看一下收盘的价格。如果收盘价格在高点的压力之上，说明当天的压力被突破，那么说明当天是多头涨主导，后续有机会延续多方，那么就说明看涨。而如果收盘价跌破了低点支撑，那么说明空方强势跌破了日内的有效支撑位，那么就空方占优，后续有机会延续看跌。那么以此呢，阿哲做了一个信号。那么价格走势如果出现多方强势，将会在 K 线底下标记一个绿灯 K 线。而假如市场在上涨途中有所风险，那么这里呢将会出现一个红灯的提醒。这里延续的就是红灯停、绿灯行的一个红绿灯的规则。所以正常来讲，绿灯出现，绿灯延续；没有红灯则短线看涨，出现红灯开始小心，风险有可能会出现。所以像这种单边的走势，一般绿灯延续，我们延续看涨。当然有时候不一定红灯才能卖，因为红灯有时候在右侧比较远的地方，那你在这里卖呢，一卖就是低点，所以我们会用黄 K 来去搭配。绿灯行，绿灯看涨，出现黄 K 你要小心黄 K 跌破。黄 K 呢是日线上和小级别中都要去小心的一种波段高点信号，一跌破就是风险，并且未来呢有压力。这里呢又到了黄 K 没突破，它又是风险，又跌破又有风险，所以这呢是要小心的一点。那么像前期这里低位出现了一个绿灯，说明前面的红灯调整呢到此有很大概率结束。那么绿灯保持，绿灯延续，就有绿灯看涨。那么后续这里出现了强势的顶分型，而后又是红灯，所以这里呢是一个下跌信号，出现了一天大跌。那下跌呢有2根红灯。但是在昨天我们出现了反弹，而后是一个绿灯的阳线，所以按照红绿灯的看法，短线是由空转为多头。昨天的红灯大概率为砸盘行为，今天的绿灯为短线看涨信号。那么从红绿灯的观察视角，目前简单来说就是看涨。那么我们需要关注了，绿灯要保持以及绿灯要延续，才能够去持续看涨。那么今天的关键点位是21,434.35作为预测的低点，高点预测是21,617.36，这是压力位的预测。今天如果收盘价能够在这2者之中，或者说在高点之上，那么就说明绿灯延续，短线依旧看涨。反之，当市场出现收跌，跌破了这个低点价位，就会是一个红灯。那绿灯之后如果立马转红灯，就要特别小心，这是一个风险信号。就类似于前期这里出现的绿灯，而后第2天立马转为红灯，短线就特别要小心这种卖出信号。而当市场出现的是红灯转为绿灯，就要注意了，这是一个上涨途中的一个洗盘信号。所以这呢是红绿灯的视角，我们稍后在个股解析当中也会一只标的的为大家去讲解他们今天的关键点位。当然这里呢，阿哲提醒一下我们的新同学，因为阿哲的视频一般是周2、周4和周6更新，不是日更，所以这个点位呢，它一般只影响阿哲更新的时候那一天的当天。如果您想要时刻跟踪我们的指数点位，或者说特斯拉、英伟达的点位，每天都要知道的话，其实很简单，您记得点击订阅。新订阅的同学，您将会有1个月的粉丝福利期限。你应该怎么去领取到这个盘前广播呢？您在视频底下的评论区点开之后会看到一个置顶评论，是阿哲所发布的。在置顶评论当中会有一条链接，是助教老师的 Telegram， 您点击之后可以找到阿哲的助教是一位美女老师。那么您可以跟她好好沟通一下，给她发送一个领取盘前口令。那么发送之后她收到之后就会给您去提供这个盘前的信息，怎么去获得，还会告诉您获得的途径是什么。同时阿哲再次提醒，我们的粉丝福利一般会有2个，
只要您订阅阿哲，那么阿哲就希望在技术分析的学习上能够提供帮助。那么盘前解析、盘前广播，阿哲认为它只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一个方案，只能简单让你知道阿哲实时的一个消息，或者说呢一些分析，它不能够永远的帮到您。所以阿哲对于订阅粉丝观众还准备了更为重要的，就是知识的分享。当这些知识点呢，可能不像我们在公开课讲的那么简单，它呢会更加进阶和有效。除了周天之外，其他时间都会有内部直播。只要您找到了我们的助教老师，就可以跟他去领取每天的内部直播课程链接。目前你所看到的就是我们这2周所举办的这个内部课程了。那么每节课呢，都是在香港时间当天上午10点去展开，也就是美股的盘后。那么为大家去解析每天的盘后信息。那么为大家去解析每天盘后的一个技术面，会比阿哲的视频和盘前广播都更为的及时，同时也会分享一些当下行情您能够用得到的技术分析方案。那么希望每一期的课程都能够帮助到您。您只要是订阅粉丝同学，就可以找到助教去参加我们的课程。当然了，如果您的时差跟我们不一样，那么您也可以跟助教去申请每节课程课后的回放。但是你要跟他去沟通，那么拿到回放就可以认真的反复观看去学习了。有问题也可以问助教。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和第3部分。刚才呢第一部分我们讲到目前指数几个维度的分析，那么像30分钟呢短线走多，而日内撑压红绿灯看呢也是有多头信号，所以目前的上涨我们依旧可以看个延续，但是你要知道压力位在哪里，就是左一 K 线往往会产生压力，不太容易被有效的突破。通过左一 K 线，你也看出目前大概率呢为一个反弹，你要随时小心日内红绿灯出现红灯的信号，这是要特别注意的。一旦出现，那么要小心。或者说，你说阿哲我看不到红灯，那如果出现了顶分型 K 线，那么也同样要注意。或者说股价上涨时呢有强顶分出现，那就更不用说了这里顶分型，后续如果再出现顶分型，高点是降低的，那么这也是分型当中的一种小心风险的提醒。那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部分当中的第1支标的是特斯拉。那么特斯拉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它的空间层面，它依旧处于一个趋势内敛后的突破，并且这个突破经过了反复的回踩去确认。第一次突破这一根下降趋势线突破之后回踩止跌长下影，然后再次启动创出新高。目前又再次回踩，是不是踩到了这个下降趋势线？这第一条下降趋势线又是止跌又是启动。那么大家还记得吗？阿哲之前讲过的，这一波股价的下跌前面是复杂，然后这一波下跌呢开始路程变短，并且它的复杂程度在降低。那这一波下跌，它的复杂程度更为降低，所以阿哲认为它在走的是什么动作？就是多头在变强，而空方的路径在变短。所以这一波下跌呢，我们之前说过，它可能就是当边跌一下，而后就止跌，注意阳线后的启动。那目前是不是当边跌了一下？好，股价往上去走。那么曾经的下跌是下跌反弹会再跌下跌反弹会再跌，下跌反弹会再跌。那这里呢，大概率下跌反弹之后不太容易再跌这个低点，那么容易出现直接启动，这说明多头趋势在慢慢变强，那么主升行情正在接近。不过你要注意一定要有明确的启动信号才能够去买进。像现在虽然有阳线，但可惜是下跌的；虽然有 K 线的反包，但可惜是阴线，所以它没有一个很强劲的止跌启动信号。那么在此之前呢，我们依旧要守住这个低点，往上找一根启动阳线去买进。如果你一直等着没有，那么就继续等待，不要太着急进场。目前你说反包了可以买吗？可以，但是仓位目前不能上太多，因为信号不明确。如果能够有类似这样的一种阳线，是吧？类似这种阳线，那效果呢肯定就会好很多。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短线资金和动能方面。从特斯拉的图表，你可以看出目前是处于日线的波段上涨，因为它的趋势带、彩虹带是向上行的。前期呢，这一波回调是不是也调到了彩虹带，然后略微跌破一下就止跌上涨？今天或者说现在，它的这波下跌都没有跌破，再次上涨，这也再次佐证阿哲的看法，它的趋势在变强。所以它这一波下跌，它是没有去跌破这个飘带下沿的，而前期呢是跌破了一下。那么接下来你要注意了，要守住飘带的下沿。那目前的飘带下沿是多少呢？是330.312。这个点位如果被收阴跌破，要小心，不要随便去买了。你买的也最好能够先
先离场去止损。而当下呢是连续红灯之后转为绿灯，所以在红绿灯的角度，这里可以看涨，只是它不是阳线，所以哪怕你买，先不要买太多。那么我们看一下，今天如果能收在飘带之上，止跌阳而后，那么如果还能够是绿灯的，那这种点位呢可以再次的加仓。那么这个飘带上沿现在在336.852，今天收在此之上，如果是阳线可做加仓，如果是红灯，如果是绿灯，那么效果会更好。那么今天的红绿灯的判断，低点的支撑是多少？331.3，高点压力呢是346.12啊，关注这两个价位。以上是特斯拉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对英伟达最近呢是出现了一些消息，比如说阿里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导致呢很多芯片股承压，那么英伟达出现了调整。昨天市场出现大幅的高开高走，那么有留下缺口，你会发现英伟达前面的下跌缺口都没补掉，所以英伟达目前和我们之前的观点是一样的，从这根阴线开始慢慢的走弱于指数，所以你去做多英伟达当下还不是很合适，除非后续呢有明显走强的迹象。那么当下的结构，英伟达在前方171.09这里呢有所止跌收10日新，但是没有启动信号，只有止跌 K 线，不能作为买进条件，特别作为指数的个股更加不能随便提前买进。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资金和动能。从价格的走势上，你会发现它的飘带是不是和特斯拉不一样啊？它之前呢是一个强势的多方带啊，多方带呢一直延续的走，那么趋势就是上涨的。那么你持股带涨，那么股价呢，它哪怕有红灯，很多时候也只是调整。但现在不一样，现在呢它是由飘带由紫转为黄色，黄色飘带代表市场是一种资金为流出为主，并且呢趋势为下跌为主。这个时候的红灯，它很多时候可能就不是调整那么简单了，它跟谷歌那种还不太一样。所以当出现的是黄飘带，每次的上涨以反弹对待，core位我们当时就是这么讲的。所以当下的市场是红灯，连绿灯都没有，那么这里就保持特斯拉，那么这里就保持英伟达的一个下跌看法。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红绿灯的一个显现。那么今天的预测值，低点支撑是167.98，高点的压力是171.515。关注这两个数值，在没有出现绿灯之前，我们所说是启动阳线的绿灯之前，你就不要随便去做多英伟达了。然后这里呢有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啊如果没有补掉，就是最好能够有一根绿灯阳线给补掉啊，你才能够看到反弹啊，否则的话呢反弹都看不了，那么就不要去随便做多英伟达了。以上呢是英伟达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 APP。目前所看的是 APP 的空间图表。我们之前在这个低位说它是一个趋势低位，容易是大底行情。那么后续呢走了波段上涨，大概也有40%。目前我们说过目标是前高，那么当下也确实来到了前高，能不能新高呢？这里还无法去很明确啊，因为每一个高点后出现暴跌的这种高点，一般会套住一大批人，来不及卖掉，而后出现明显的单边下跌，这种是一个 A 日型的这种 V 型反转。所以这个位置它的一个套牢是比较强的，所以压力会比较强。当下进入到这个区间之内呢，它已经有消化筹码的动作，但是没有很强劲的反包突破之前，我们这里还是有风险的。所以如果前期你知道阿哲在这里喊过有2次买点的同学，特别是你买进的同学，走到这个地方，它呢虽然没有下跌 K 线，但是前高附近消耗筹码，你要小心出现明确的下跌。如果出现了一根阴线跌回到这个区间之下，就是前面这根 K 线的低点之下，那么开始要有所风险的防范，要小心了。这个时候去做波段的离场减仓，阿哲认为是 OK 的。我们再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短线方面，在盘前广播当中，我们多次提到它出现了一个黄 K， 但是因为趋势的强劲，特别是比指数要强劲的个股，很多时候黄 K、红 K、红灯，其实这些呢都只能算是短线你要注意的。如果你本身对一只股票是波段看涨的，它有红灯很正常啊，对吧？它有红灯很正常，就是股票它不是一直涨的，它总会有调整的。但只要你是波段看涨，那么你也可以定一些比较宽泛的标准，比如说它不跌破飘带之前，其实很多时候调整都是正常的，有红灯有黄 K 又如何呢？所以目前 APP 也是一样的，你如果真的是做趋势交易，那么黄 K 都没有去跌破，它就只能说目前涨得有点多了，可能要这里震一震调一调。但它不跌破飘带上沿之前呢，这个所谓的风险啊，都完全只能算是调整合理的。飘带上沿它是454.485，这个呢后续会改变，我们到时候会去进行更新。当下是这个价格。黄 K 的话，它的低点
附近不被跌破，整体的调整也都是还算是合理，都是正常的。当然这里呢，你也可以用相对高的这根 K 线，它的低点作为防守，跌破它，你也可以做减仓动作，但是波段它是不影响的，你要注意这一个逻辑所在。只要是波段看涨，它的飘带只要还是紫色，它没有去明显的收窄之前，很多短线风险信号都要有一定的宽恕。而我们看到这一根是长上影线突破了左边高点，冲高回落是创高收低，不太好的现象。它没有去突破左边这个最高的黄色 K 线，就说明还在这个压力区间之内，并且压力反馈有效。这里如果能够反包一下这个长上影线的高点，那么在 K 线角度，我们认为新高是很大概率有望的。因为遇到前高有抛售还能反包，基本上抛售力度就被消化了，差不多了。目前还是一个绿灯，没有红灯。所以红绿灯的角度，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低点支撑486.215，高点压力是501.005啊，关注这2个数值。以上就是我们的第一和第二部分内容，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的个股会相对偏多一点，有10来只股票。那么这些个股呢，阿哲也时常会去更换。如果您确实手中有一些个股需要分析，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您的个股标的。那么阿哲后续呢会在这里面去进行替换。那么当下这些个股呢，还是一些大型的科技股作为分析的主要内容。那其中呢，我们比较常见的，像谷歌一直呢是波段看涨，那么像我们的阿斯麦等等的，基本也都是波段看涨标的。那么有一些标的呢出现了一些变动的，阿哲就标红了，以及有一些呢可能有机会或者说有风险，但是阿哲呢可能不是很关注啊，或者说还不是很确定的啊，主要呢就是以灰色啊，像特斯拉就是灰色的，阿哲看好，但是呢没有明确启动信号。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一只标的是 HMMS。那为什么说 HMS 它有可能是一个趋势大底呢？明明还是一个波段看跌的走势，为什么这里可能会有机会呢？如果您知道阿哲是怎么选 APP 的，您也会知道，那么 HMS 为什么会进入到阿哲它的一个列表当中？因为它是处于170天均线和这个飘带都接近、都靠近的地方。而如果趋势上行时遇到这种结构，那么就说明它有可能是上行趋势大波段当中的一些波段低位。你看一下啊，包括 APP 也是一样的。当市场的170确实走出了长时间的上行，那么它呢会具有支撑和影响和筹码的集中。当股价离它太远的时候，比如说像英伟达等个股啊，也是一样的，离得太远的时候，它就容易往回去撤。它有时候可能不会完全调啊，但是很多时候只要它调到170附近，并且这个飘带呢是靠近的、粘合的，它的中期、短期、长期就都有可能处于低位，只要趋势是上行。所以在这种位置呢，你不能说它100%会涨，但是这种位置的股票你选出来之后啊，一旦有启动的信号，比如说它由黄带转为紫带，那么你就可以去做多。很多时候它趋势很容易延续，而你买到这种地方，你的一个成功率或者说你的一个盈亏比是非常划算的，就是你的赔率啊特别好。不成功它亏不了多少，但一成功你的仓位可以上的比较多，一波下来，那你整体仓位可能比较大的情况下，很容易能够整体出现不错的涨幅。我们来看到之前的 APP， 那 APP 当时为什么选出来？是不是当时我们选的位置也刚好是在这种地方啊？是吧？回到170附近，我们当时是在这里选的，然后出现了一个黄带转为了紫带，然后它最近出现了这种上涨行情。你看前面这里回到了170附近，黄带转为紫带，在这附近，而你作为选股的一种方式，空间上就很安全。而我们再看到 HIMS， 它当下是不是也处于这个阶段？前期这里也是这个阶段，它也属于这个阶段。好，目前呢，你就等什么？等这里有明确的启动，那么等趋势呢能够因为本次启动由黄带转为紫带，那你甚至呢未来等它回踩。是吧？等它回踩飘带去买都没有问题。而当下这里呢属于左侧，因为它的飘带是黄色的，所以它比 APP 当时选出来时呢比较左侧。我们后续会持续跟踪一下。底下呢有聚宝盆，说明在资金上呢也容易引发有资金去抄底。前方连续的蓝 K， 蓝 K 最近呢突破，但是不是很有效。当股价回落时也没有去跌破这个蓝 K 的低点有效，所以还在一个震荡行情。而像最近3天出现了一个早晨之星，是吧？当然它比早晨之星要强啊。它吞掉了左边的这个阳线，所以它是一个很强的这种反转态势。你可以把这根阳线作为左侧的买点啊，把它的低点作为防守。那么价格跌破它，你呢第一笔左侧仓位呢，抄底仓位呢再去离场。那在它之上，你可以去搏一下第一波短线让趋势由空转多的行情，而后回调之后等蓝飘带或
或者说等蓝飘带之后呢去加仓，那等等都是没有问题的。这种行情这种位置，你整体操作难度就会小一些。而后以波段的角度去追随去跟踪，而不是呢用这一个短线的思路啊。短线的话呢，现在是绿灯。好，那我们看一下它的预测值，预测的低点43.48，高点的压力呢是46.65。一般来讲，如果你是做波段的话，正常红绿灯你是可以忽略掉，最多呢拿它来做买点。但是作为卖点呢，正常呢可能是不太的适合，因为这是纯短线。你做波段的话，你看这个做卖点很容易卖飞的。下一只股票呢，我们再看到Circle 还是保持这个观点吧，就是弱势，然后每次的绿灯呢为反弹，一旦遇到黄带呢就小心吧。当下呢有这个低洼区，但整体来讲没有特别强势的这种上行，它的绿灯呢当下只能算是一个反弹吧，最好就还是能够出现明确的低洼区的那种绿色块，就跟前期这样有一个红色块的位置，是吧？这里能够出现绿色块，资金流进会好一些。当下还没有，并且它连绿灯都保持不了，所以这里呢就整体弱势。哪怕有绿灯，也涨势不看涨，除非有很明显的强势的那种长阳放量出现啊，这里才容易出现行情，否则呢，就可能是一个缓跌、阴跌的走势。看一下红绿灯走势，低点的支撑是114.695，高点的压力是120.365啊，关注这两个价格。我们再看到 PLTR 呢，它就是前面啊出现了资金流出，而后这个下跌啊。它直接跌穿了啊这个飘带，但跌穿之后呢，我们说守两根 K 线的低点没有跌破，目前呢就是反弹的过程。当反弹的时候啊，力度比较弱，走了一个横盘震荡。比指数来讲，它呢是提前释放了风险，但是指数的走势强劲下呢，它走了一个类似于负线的冲高回落。上方的飘带压力是162.072，这里呢是一个空方飘带，所以整体目前你不能随便看涨。而后它的一个红绿灯上，它是一个红灯的延续，并没有绿灯，所以这里也不能在短线看涨，整体还是偏空的。我们看到今天会有绿灯吗？低点支撑149.58，高点压力158.02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Coin， 一眼看出来它也是一个下降趋势，并且离170天均线有一段距离啊，和前面这里呢是不一样的，因为前面这种位置呢是一个趋势的低位，现在呢离这个170还有一段距离，就是说它还有可能会调整，除非这里直接强势上涨，然后飘带呢击穿，后续不跌落飘带，由黄色转为紫色，那样的话呢还有得救。目前还是沿着飘带在往下走，虽然前期的蓝 K 低点目前还没有被跌破过，但我们说过这里是支撑，而上方飘带是压力，它在走一个收敛，一定会走一个方向的。目前来看，方向向上的可能性，阿哲觉得还是有的。但是哪怕向上，第一波呢就先看个反弹，而假如它是直接跌破向下，那就是看170撑不撑得住了。所以这个地方依旧的我们要小心风险的，就是红灯 K 线还是红灯，这里呢还没有绿灯。看一下红绿灯走势，低点支撑298.119，高点压力是305.34。想做它的反转，正常你应该击穿之后回踩不破，那么走为上行，就像阿斯麦那样子。它这里呢还早啊，最多呢看反弹而已。我们在个股列表当中呢，下一只标的应该是 APP 啊，但是呢 APP 我们刚刚讲过了，那么我们就继续讲一下 AMD 吧。本来 AMD 呢，我们平时是重点分析的，那之前呢也抓过一个波段，应该是有2-3次的波段上涨，而后呢它开始走弱，目前呢是跟 PLTR 一样的走出了破位，但是它没有蓝 K， 而后目前它是走了一个黄带，并且反弹，当下虽然是绿灯，但是是一根阴线的绿灯，所以这里呢不作为买点啊，正常我们是不能够买在阴线上的。我们要等一个市场上涨阳线的绿灯会更好，或者说上涨能够突破这个飘带。目前飘带呢，只能说看个压力，而这一波上涨只能看个反弹，因为飘带是黄色的，飘带的压力当下是170.682，目前呢在靠近，但是它因为是反弹，因为是飘带看空下跌的，这里依旧还是看个风险。后续的股价走势，你会发现是不是这个阴线不能买，然后2根阳线都不是绿灯，并且往上戳到了这个黄带有压力。后续出现下调，下调时呢是一个红色 K 线，红灯 K 线。那红灯 K 线呢，价格走势目前依旧保持红灯，没有绿灯，所以这里肯定是偏空的。我们看到预测的值，看到今天预测的值，低点支撑呢是159.27，高点压力163.44，关注这两个数值。
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AVGO，AVGO 它也一样的，它跟英伟达有点像，就是飘带收窄之后一个阴线跌破，而后反弹，目前反弹没有绿灯，并且飘带依旧还是黄色，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依旧以红灯来保持，没有绿灯，短线不看涨，而后飘带呢也是黄色的，所以目前也不看涨。阿哲这是从技术面来看，我们知道它目前面临财报，那财报究竟如何？阿哲一般是不赌财报的，所以从技术面来看呢，目前就是偏空的，这里是下跌反弹又下跌，还破了支撑啊，所以这个地方从技术面来看，风险大于机会，这里不考虑财报的因素，我们从技术面来看，不在这种股票的形态中去做多的。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是299.395。高点的压力是307.45，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阿斯麦，阿斯麦呢也是170和这个飘带比较靠近啊，所以我们之前是经常会说它是一个波段底的可能性比较大，并且它走出了一个低洼区和绿色块，说明资金的流进。所以它呢是比 HIMS 呢提前一步走出了这种行情走势，目前是一个飘带，所以阿斯麦呢也是一个波段大底的可能，它的一个飘带，它的一个宽度没有说收窄以及变颜色，这种位置的大幅下跌啊，正常来讲是容易引发反弹的，反弹它呢是站在170之上，这波大跌也没有去有效跌破170。所以当下走势在一个支撑区附近，我们比较注意的是，不要出现再次的往下破，再出现一个红灯跌破170，那时候是风险。但当下呢就还好啊，整体来讲，虽然没有指数反弹那么强劲啊，但它还是守在了飘带之内。我们看一下170要关注之外呢，如果它连飘带的下沿都不跌破，那基本风险是不大的，还是绿灯作为抄底买点。我们看到它的飘带的低点。飘带低点目前的下沿是133.943，看到红绿灯的判定，低点支撑733.19，高点压力是741.93，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现只股票是苹果，苹果在本次的起涨当中呢，前面还出现了一个洗盘 K 线，所以呢，我们说这个红灯在趋势向好并且强势行情当中呢，正常来讲，你可以作为风险减仓信号，但是不要因为红灯你说我大幅减仓，正常是没有必要的，不然的话很容易被洗出去。我们比较小心的一点就是趋势行情当中的黄 K， 这种黄 K 跌破呢，一般调的空间会比较大一点。但是红灯的话呢，正常是短线为主，是吧？红灯之后很多时候有支撑就没什么问题。这一波下调虽然是跳空低开，但是整体收盘在飘带之上，所以波段走势你哪怕减仓也不用减很多。这一天上涨再次创了左边黄 K 高点，所以目前依旧保持看涨。你只要小心一下，脱离飘带乖离变大的情况下，不要出现快速的绿灯转红灯就行。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236.415，而高点的压力呢是240.905。那么为什么这里就要怕红灯呢？因为它远离飘带了嘛。如果飘带离得比较近，有红灯也不怕，有支撑。但是飘带离远了，它一红灯可能就往下扯，就会修复乖离。那个时候啊，你就容易接受调整的空间会大一点。当然，你整体如果仓位成本较低，那其实这个趋势波段呢就正常拿着就行。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呢是 Meta， 它也是处于一种飘带由紫色转为黄色的结构。当下呢虽然有绿灯，但整体呢是小 K 线，而且它因为是黄带，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反弹为主。那反弹的一个压力位、目标位751.744，而目前是绿灯。如果今天转红灯，就特别小心，因为它是一个黄带，一转红灯啊就要看跌了。好，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735.52，高点压力741.78啊，关注这两个数值。这只股票呢是 MSTR，我们在昨天的内部课有讲过错位双阴啊，当然我们当时讲过啊，这个位置它只能博弈超跌反弹，然后空间呢比较小，所以买的仓位肯定是不能太高的。而这一根阴线呢是防守阴线，直接把昨天的阳线买点给跌破了，这里直接止损，是吧？我们既然失败，那么买点错误，那么就止损，因为本身就是一个黄色飘带下降趋势当中的抄底行为。而这种抄底行为呢，我们说过知足才是最重要的。像 call 位就是一旦有盈利、有压力、有反馈就要跑。像这种呢都没有反馈、没有这个盈利的话，那直接第二天就下破，那肯定要跑。而后你会看到这里是绿灯啊，第二天呢是红灯。我们说绿灯转红灯又是空方飘带，这里是要小心下破啊，因为它目前的趋势带呢还是一个黄色的。离170近是近，但是它已经在170之下待了一段时间了，所以当下要小心，它可能是有效跌破170。就一旦呢跌破这一根长下影线，收盘在它之下，就有效跌破的可能性就会大增加。目前还有希望，
因为跌破2根的低点还没有被破嘛，所以看一下能不能再转为红灯，需要看一下能不能再转为绿灯。如果呢你更保守一点，就是防守性的高点突破作为抄底买点，但只能呢去先博弈短线了。你如果想要更安全，找波段上涨的趋势为指代的。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预测值，今天会有绿灯吗？高点压力是337.38，低点支撑呢是320.489啊，关注这2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谷歌，谷歌呢也是在大涨之前啊来了一个回踩飘带，并且走出了红灯，但是它的红灯呢是一个阳线。一般如果红灯是阳线的话呢，不作为一个主要的卖点，如果是阴线并且是大阴线，相对的阴线实体这种才能作为减仓点。所以呢，这个地方其实还好，整体收盘连昨天低点都没跌破，虽然是红灯，但是这个哪怕减仓肯定也不会减很多。股价再次上涨，目前是黄 K。我们说过，在趋势波段行情当中呢，红灯调整有时候可以不在意，但是黄色 K 线还是要小心的。黄 K 的低点要作为防守，不能被有效的跌破。当时这里没跌破，当时这里呢是略微跌破长下影就快速站回来了。目前这里比之前要有风险，因为它离飘带太远了，所以这里要小心了。当前每一个新的 K 线都容易是黄色 K 线的延续，就等它的低点被跌破时，作为波段的一次比较大的获利兑现。那么这是谷歌，我们再看一下预测低点，低点支撑228.11，高点压力234.79，关注这2个数值。而后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亚马逊，亚马逊呢，虽然它是一个紫色飘带，但它的趋势整体是走震荡的。这个趋势类指标其实遇到震荡呢，它有可能会变来变去的。目前这个飘带它就是走横的，所以哪怕有紫色，整体呢也不能说它就完全趋势走涨，因为你会发现它的回踩还是比较强的，它的跳空缺口也没有回补，所以比指数的一个反弹力度是走弱的。目前有一个红灯转绿灯，所以短线可以看大追了。它这里的红灯转绿灯为短线看涨信号，因为整体在震荡，所以一个大跌之后，如果是震荡行情，短线出现买点，那么这里是可以看涨的。因为它的震荡下沿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上涨之后呢，遇到这根阴线或缺口有压力，你在短线走也没有问题。但是有没有必要去做这种短线呢？看个人，只是信号有所提醒而已。那么看一下飘带的下沿是多少？目前飘带下沿是225.484。如果把这个下沿下跌，目前是没有跌破。如果这里下跌反弹再跌破，风险就来了，有可能要脱离震荡。所以我们注意这里不要太快的出现红灯，低点支撑是225.175，高点的压力是227.985，关注这2个数值。下一只股票再看到 SMCI 170附近，但飘带呢离得还有一定距离，所以它不是很标准的我们所想要的飘带和170靠近，是吧？这里呢还差一点点，所以整体还是在走下行。中途呢有一个绿灯反弹了一波，但是呢在黄带附近出现了滞涨信号，是一个绿灯转红灯，所以这里呢肯定是要卖的，要减仓的。股价下跌再破新低啊，高点降低，低点降低，目前没有任何趋势反转现象，所以这里哪怕有买点，也只能做反弹。何况这里还没有买点，这个缺口还没有补掉。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红绿灯，低点支撑是39.334，高点压力是40.54，关注这2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台积电，台积电它是一个黄带，所以股价只要是黄带，那么股价反弹你就要注意了。它如果滞涨，那么就要小心。当时这里呢是出现了一个价格收阳，但是是下跌的长上影线，所以这种位置都是左侧要去卖的。因为反弹行情，你找右侧的话，可能就吞掉你大部分的反弹利润了。所以这种位置就跟我们上期视频讲 call 位的时候理念是一样的，反弹有钱赚，那么你该跑就跑。你说后面卖飞了，等趋势反转之后，你再回调去买都是没有问题的。而现在它又是一个红灯，而现在它又是一个绿灯 K 线。还是看反弹，下沿的压力是234.78，所以当下这种股票要不要做，看个人是否抢不抢反弹。但它是阴线，所以当它出现能够买进的 K 线时，有可能反弹空间也就不多了。所以这种呢，看个人了。我们来到它的预测值，低点支撑229.995，高点的压力呢是233.84啊，关注这2个数值。最后一只股票是 call 位。那么 call 位我们在上期讲过，它呢是反弹飘带出现了一个黄色 K 线，之前说过这根阳线是买点，买了之后下一根 K 线出现了滞涨，而后出现了黄 K，
是不是说左侧要卖就卖了？除非你的价位，除非你的成本很低啊，你才可以等右边的一根 K 线下跌卖出。但如果你的价位是在这里买的，你说我等到这里卖，那直接被套住了，止损了，那就白白浪费几个点的利润，就没有必要。所以我们上期说的是你应该去卖出，而右侧只有低成本的人才有资格去考虑。那当下呢还是低洼区，回调呢没有创新低。所以价格走势没有更低的低点之前呢，整体这里止跌之后还是可以去博弈一下，有机会去走反转或者说上双飘带。不过目前还是红灯，所以至少等个绿灯。低点支撑是86.805，高点压力是91.835。那么我们看了预测值之后，再关注一下这一个飘带的下沿是98.966它呢是反弹的压力，这里也要关注。以上就是9月4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视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